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新竹来的 W124-310-24V 的分油盘完修的引擎测试。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分油盘大哥已经有整校好了，大哥有在这边签名。那它的数据呢？原来有大概25%到30%的供油量不足，这个是30年老车正常现象。当然它会产生稀波燃烧。这个数据大哥整修好了以后，它数据相当漂亮，误差在3%以内。那我们有更换的东西这个流量感知器大哥换新的。我们也从中间的这电表看到它的工作电压目前是个正常状态。6支喷油嘴全部都换新，因为它这颗 M104 的引擎，它的搭配的喷油嘴是跟560 V8 或是500 SEL 它的喷油嘴一样的规格，是属于细牙的因为它这个细牙的这颗喷油嘴的它几乎没办法清洗，清洗不干净，那应该是它结构的关系。所以我们6颗喷油嘴全部都换新的。那它火星塞的火星塞型号没用错，但是呢，大哥已经全部都换新了。那正确的火星塞型号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是F8DC 或是 F7DC 7跟8是热价的东西。再来，我们从它的缸压，我们看到它的缸压相当漂亮。30年的缸压，一般来讲都会因为有积碳现象，会造成它的压缩比会增高。但是它这个引擎几乎算 A Plus 的缸压，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积碳只有油量，缸的积量稍微严重一点，但是也是在合乎的范围值以内。那另外2缸都在10、11，这是算相当好的。这个引擎给大哥的感觉是相当的稳定。变速箱角我们看起来状况也很好，几乎没有抖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几乎是没有抖动的。你们看。这火机，这个打火机放这里，几乎连动都不动，了这个代表它稳定性是很好的。这颗引擎它的缺点呢，就是说这个盖子螺丝都已经底座都是把嘎了，所以它根本都锁不紧。那原来是那个银灰色的外壳，大哥觉得很丑大哥已经稍微给它美化一下，给它改成黑色的这上面的这个 mark 大哥花点时间把它上了银漆至于说这个盖子这个盖子本来是裂开的大哥呢就想办法，我希望它漂亮希望它好，所以这盖子呢大哥也给它做了修补，因为这盖子要找可能有点困难。因为这颗引擎是属于比较少量的引擎，要找这些配件是相当困难的，所以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看到这还有一点点缺点这大哥已经尽力了，这没办法，我自己的车也是这样子，这个除非我们这个孔这4个螺丝口都能够锁紧，否则这真的是没办法。那这个地方大哥只能用胶带用束带然后给它做固定。我们来看它的流量，这流量是2.2，右下角的小数点2.2，代表说1分钟从这边进油，从这边流回去的油量是2.2公升，也是高于2公升的最低要求。当然，油箱是有一点点油网里面的油箱里面的滤网有点堵塞，所以它的数值没办法达到高标准，是属于低标的2.2。当然能够把油箱里面的滤网把它拆下来清洗，那它这个数值会更好。也就是说，它的流过来的量
至少要2公升才够我们这个分油盘来使用，否则它供油量不足我们分油盘再好都没办法。那么看到这分油盘洗得相当干净，看起来就清清爽爽的包含这个油管这外表大哥都经过超音波洗过，然后经过喷砂，看起来很漂亮，很清爽来，我们来看看它现在目前的怠速目前的怠速大概在90左右而且很稳定，大概95左右那上面的这个3个表，最右边是怠速马达工作电压，中间呢是流量感知器新的流量感知器的调校的电压，最右边呢是它的差压阀，因为有 O2 在做修正我们现在看不到 O2 在更里面，它在修正我们的混合比那它也在工作当中至于说它这部车子为什么会坐专车来到台北找大哥呢？因为它的分油盘分电盘太严重了，因为大哥坏的太严重了，因为大哥都会把分电盘拆下来整修但是整修结果它已经磨损太严重了所以导致它根本就发不动。那我们最后只好把分电盘跟打火头全部换新。那因为这颗 M104的引擎是属于稀有车种，那它这个料件要找到都很困难，而且又比一般的 M103或是其他车种都贵，主要是因为量少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到这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它这个风扇这风扇原来是不转的，因为它现在是没有冷媒，没办法启动冷气，但这风扇都不转的跟大哥的状况一样。就是因为大哥的这部车子呢，也是跟他一模一样的同年份的1992年的7月份挂牌的，我们几乎是同梯的。那大哥也碰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这个风扇它的低速开关它是从这个地方这个高压这个冷媒的高压开关这边接过来的，但是呢，它冷媒的高压开关它都不转，风扇都不转，它属于低速都不转。那结果造成大哥有一次在外面爆水管，因为它水温永远是在90度左右。那因为我发现它这个风扇都没转，结果后来大哥只好想到一个办法，把它这个冷媒开关压力开关我把它接实了，我就不接了。这冷媒开关在这个地方我就不接了。那我就直接引擎一启动呢，我这边用冷媒开关的接头这个地方我把它用保险丝把它接上去，也就是说让它导通。那这样的话有个优点，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风扇呢它永远是低转速在转，水温就维持在80度了就大哥目前也是这样使用，这情况非常好，也不会爆水管爆水箱。大哥上次就是因为爆水箱就差点过了，还好拖老命回来了。所以这个地方在大哥是建议是这样做是最好的。我们就说我们直接用bypass的方式，让它引擎一转动的时候，它的低速风扇它会转。那这个车子的设计一般来讲都是由这个温度开关，遇到110度的时候，它的第2段高速才会转。当时高速在转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车子常常维持在90度的高温，就爆水箱。所以大哥发现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一种变通方法再来，它的这个欧导瓜这个价钱也很贵这个欧导瓜如果坏的话，这个一个15000可能买不到了，而且还缺货。我说2手的。所以它目前表现得很好。那个高压线圈也是 OK。其他的大哥发现说，原则上大哥希望说，对于爱车的这种态度
我希望说他这部车子，经过30年，经过大哥来过大哥这里之后，整修我们的分油盘堵塞，整修之后，他如果再不堵塞，再堵塞的话，应该有20年以后。所以说，我们希望他在20年以内，他都很能够健健康康的。引擎不是问题，因为引擎的话，它耐用50万绝对不是问题。目前这颗码表上面的走速大概，里程数大概30万，大哥也是29万多，他再跑个20年，这引擎应该还健在。我们叫机油要常换。老车呢，我们要保养老车的方法就常开，加95汽油，因为它积碳的关系，油箱维持半桶油，因为油箱里面会有铁锈。会有油泥。那今天就是把油箱清干净之后，它铁锈还是会发生，所以我们油箱尽量加半桶油，不要，然后不要让它的铁锈再跟空气接触，因为这个铁锈的问题，30年的油箱没办法跟5年、10年的新油箱来比，因为它生锈是自然现象。那再来就是机油芯在这个地方。那机油芯，我们一般来讲说是5000公里换机油，2次就换一个机油芯，就等于是1万公里换一次机油芯。那记得30年的老车，汽油芯在汽油保姆旁边也要跟着换，因为它铁锈，我们希望说它不要再污染我们的分油盘，让我们的分油盘它能够维持在干净的状态，不堵塞，这车子就很正常了。因为大哥刚刚在试车，我发现这个引擎跟特别状况是相当优秀。它几乎第一个它不抖动，宁静，然后因为分油盘整修好以后，它混合比正确，供油量又够，所以它几乎马力就几乎已经有达到新车的水准。再加上这颗引擎，状况又特别好，我们再来试一次。连动都不动了，这个已经有 A+ 的水准了但是希望这部车，希望大哥希望说他能够环岛3次，没问题。冬天上合欢山赏雪没问题，但是呢，也就是说它油路都是 OK 的，油路不是问题，电路。虽然是老的电路，希望它也是 OK 的那最后一个缺点，大哥发现，我们来听听看它的汽油泵补的声音就比较大声，因为它汽油泵补都没换过。那汽油泵补是消耗件，一般来讲应该15万公里就应该要换。可是汽油泵补一挂掉之后呢，那就要过楼了，会扫我们的兴。我们现在到车内来，我们看到这个是5速车，很少，4门5速车 M104 引擎，这5速车是相当少的，所以大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哥好不容易也找到了一部。我们来看它水温现在维持在80度，没错。如果大哥把风扇叫正常接冷媒的高温的冷媒的那个压力开关的话，它的水温会在90度以上那转速目前看到是在800了已经在800、750。那大哥来做一个加油。相当顺畅，又很干净，方向盘连抖都不抖，代表它的引擎角是 OK 的。这颗引擎它马力同样是2960，跟 M103 一样，它马力有220，跟 M103 的185，一个是12V，一个24V。那这颗引擎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转速到4000转以后，那声音特别怎么样？那个转速特别灵敏而且声音也不太一样。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尾速特别好。OK， 好，大哥。我们在这里面
我就已经听到那汽油帮浦的声音特别大声，叫。所以大哥建议这个车主啊，如果有很放心的环岛3次，冬天上合欢山赏雪，不担心的话，汽油帮浦是一定要换掉的啊，因为这个汽油帮浦是2颗汽油帮浦，跟美规一样，所以负担会是比较重一点。但是我们换掉以后呢，整个里程数就归零了，到15万公里以内，汽油帮浦就不用去担心它。OK， 好，大哥关掉引擎，好，重新启动。我这一点就着了，因为它目前冷气没办法启动，也就是说压缩机没办法启动，它可能缺冷媒还怎么样，所以我就没办法试这个冷气，啊，它冷气没启动，试冷气的变化，因为它的怠速马达工作的很正常，所以说大哥就喜欢听这个到3、4千转这个。高速急拉那种声响，很过瘾。这跟 M103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这部车到时候陈大哥从离开以后呢，它里程数是归零了，等于说从零开始，获得一个重生。引擎不是问题，方向盘20年不堵塞，那其他电路系统、分电盘也换新了，汽油帮浦如果换新以后，那应该就没有什么好花钱的地方了。好，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好。